那同学们，你想想，这个15欧是你得比这个大还是小？来，我看看这个是初中老师吗？对，没错啊，没错，是初中老师。那个嘛，同学们来给我分析一下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串联电路按组分压，你这个15欧是个临界值，你是比这个15欧可以大，还是比这个15欧可以小？还大，我15欧是都分3伏了，你再大点电阻越大，是不是分压越多呀？你不爆表了吗？明白吗？哎，你看这个一看我批评这个大的，后边都是小，当然也改过来了。行啊，大伙儿这个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啊，善莫大焉。如果不改就给你淹了。对，串联啊，当成并联了是吧？说到物理几何我就头大了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咱们学一学好吧？所以同学们，你可以比15欧小啊，你可以比15欧记住这是0到60欧的那个范围啊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总结好它到底在哪个范围内滑动。你可以比15欧小，对吗，同学们？所以电压表我们搞定了。你没用普通话教学吗？你看刘老师这个普通话怎么样？对吗？一般的大学生，咱们这个大学考这个普通话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是2级甲等？刘老师不好意思，1级乙等啊，不跟你开玩笑。行啊，咱们继续好吧？咱们继续啊。然后接下来咱们电压表考虑完了，咱们看看电流表啊，咱们看看电流表。那同学们告诉我，还是那句话，电流表现在是不是最大电流？所以同学们，你用这个数据求出来的是不是最小的电阻呀？所以咱们来看看最小的电阻是多少呢？我们用9伏是不是除以0.6安等于15欧吧？对吧，同学们？所以最小的这个电阻是不是就是15欧？所以这个题老师出的这个数据啊，可能会稍微有点问题，我改一改，让它变成一个正确的题目啊，变成一个正确的题目。比方说，我改成一个0.2、0.1吧。比如说，我改成一个电流表的范围是0到0.1安，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等于90欧？同学们有没有问题？忘了那个什么分压表不算，普通话教学，肌肉加电路传销，不是什么传销，斜方肌练真大吗？斜方肌之王啊。行啊，咱们继续。那同学们来告诉我，这俩人加一块儿，这个 R1 是30欧，那么 R2 呢？你算出来是不是就是60欧？对吗，同学们？来，那同学们来看一看，你就是0到60欧，那么这个60欧是最大的一个电阻还是最小的一个电阻？同学们，你看电阻，你 R 求60欧，你可以大啊，因为你越大，阻碍越大，是不是电流越小越安全？所以同学们，你的 R2 是可以取到大于等于60欧的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我们需要综合考虑。我们考虑电压的时候，电压表的时候，是不是你不能超过15欧？我们考虑电流表的时候，是不是你还可以比60欧都大？对吗，同学们？所以我们就综合考虑就行了啊。这个数出的可能不太到位啊，数出好了，基本上你就可以求出一个就是大于小于的一个范围啊。思路听清楚了吗？OK 啊，
那咱们这个题就结束啊，结束。我单挑，我讲的不对，你讲的对，你讲的对，你讲的对，你厉害，行吗？再换一题，不是你刚外边看女主播跳舞去，你都不回来，回来还重问，讲的时候都没听，还换一个题还。行了啊，咱们偏离主题了已经。今天啊，咱们跨年嘛，回来不自个儿没事跨年去啊，咱们再讲一个题啊，再讲一个题啊。像这个。题目中说啊，这个 R1是10欧，然后这个电流表的次数是0.2安，然后这个电压表的次数是4伏啊，让你求第一问 R2的一个电阻，第二问是电源的一个电压啊，电源的电压。人家电阻是80欧，老师电阻是80公斤，那必须得给这个铁片上外面套上绝缘体啊，套上塑料。谁跳舞去了？那个不是我，你看跳舞的了吧？OK， 那咱们来看一看啊。首先，只要是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，我们第一步必须要识别电路。识别的时候，把电流表当导线，电压表盖住，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串联电路啊，串联电路。第二步，看一看这个电表测试谁，因为串联电路 I 是等于 I1 等于 I2 的，这个电压表一画圈是不是测的是 R2？ 所以同学们，它分的是4伏，是不是这个题我们就搞定了？没问题吧？来，同学们看看有没有问题？火不火的不重要啊，只要有学生来老师学习啊，能够让老师这个把这个衣钵传递下去啊。我有生之年，如果我能培养一个考清华北大的啊，我与有荣焉。我是给国家做不了嘛贡献了，我是希望我的学生啊能够给国家做点贡献，行吧？咱们得这个必须这个学务得高啊。肌肉电阻大嘛，你想想啊，老师这个肌肉大，是不是里边这个血液啊，包括电解质啊，都是特别多的啊？这导电性强啊。好，咱们继续啊，咱们继续。所以同学们你会发现啊，这个0.2安，他们俩人都是0.2安啊，都是0.2安。你往这一标，你想求 R2的阻值，你看人家数据都有了，所以第一问 R2是不是等于 U2除以 I2？就等于4除以 0.2， 等于20欧。对，没错啊！现在就在为国家做贡献。哎呀，乱世浮萍人看，那叫怎么来？那怎么唱来着？巍敢忘忧国，哪怕无人知我。行了啊。是不是找着老师拍视频的感觉了？我们再来看肌肉，我儿子关注你了，咱哥俩线下可以研究一下深蹲技术，行啊，没问题。我都2年没练深蹲了，不练了都，练完就发烧，练太猛了。OK， 咱们继续啊，这是第一问啊，第二问。是不是求电源的电压啊？电源的电压这儿呢？电源的电压你会发现 R2的电压你知道 ，R1的电压你不知道，但是这数据都有，所以 U1是不是等于它俩相乘？那就是 I1乘 R1等于 0.2乘10，是不是等于2伏？啊，从而呢，我们知道串联电路按组分压啊 ，U 等于 U1 加 U2，是不是就等于4伏加2伏？
对吗，同学们？咱们这个题是不是就计算完毕了？背部力竭了，背部力竭了吗？还行吧。OK 啊 ，OK， 我知道大家学历都高啊，学历都高，听老弟讲讲这点不成熟的建议，行吗？好了，那咱们初中生能看明白吗？那肯定能看明白啊！现在尤其是初三的啊，他现在这个已经过去了，我们都学到功率了，我们都学到功率了。你就是太大看不见板书啊，老师给你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，嗯。好，这道题咱们就完事儿了啊，咱们下一道，好吧？咱们下一道啊。再讲一道啊，这个老师就瞎播了啊。来，咱们来一个这个看着复杂啊，但是实际上呢也不难的一个题。好，题目中说啊，花变的一个范围是20欧两安。然后呢，当花片 P 在终点的时候啊，在终点的时候，人家说电流表的读数是0.24安啊，0.24安。这时候电压表的读数呢是7.2伏啊，是7.2伏。求什么？第一问求的是 R1 的阻值。第二问求的是电源的电压。第三问啊，求的是滑片滑到最右端的时候，咱们的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啊，电流电压表的示数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个题目有没有这个看完啊？我给你转到这儿，咱们把这个题目看清楚啊。老师，这种干净钱您还准备赚多久？我是想着就是挣到那个不能再挣了为止的，所以希望咱们还是那个嘛，咱们还是那个能帮帮刘老师行吗？咱还是不想那个嘛啊，练太猛了，脖子总是在这个情不自禁动，就是健身太过力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好了，咱们再来读一遍题啊，帮助大家去知道这个数据。咱们这个电路啊，当然咱们做题的时候啊，第一步我看这能看到啊，第一步还是识别电路啊。那我们知道把电压表盖住，电流表当导线，所以这是一个串联电路。第二步呢，我们看看电表测谁，一画圈我们就知道这个电压表呢测的是这个 R1。电流表呢，我们知道串联电路 I 等于 I1， 是不是等于 I2？ 这是我们做这个题的一个基础工作啊，基础工作。还是那个嘛，来得快是吧？咱们考虑一下再说吧啊，再说吧，老师也不差钱其实啊。可以，行啊，别弄这个没有用的班了啊。好了，第三问。咱们就得用串联电路的特点去解题了。我刚才强调过啊，电流相等以及按左分压 ，U1 比 U2 等于 R1 比 R2，U 等于 U1 加 U2 啊。公式都在这儿，我给你写好了，咱们来一起来看啊。同学们想，它滑到终点的时候是多少欧呢？你看，咱们这个是不是0到20欧？滑到终点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就是10欧？人家题目中给你描述啊，它是10欧的时候，电流是不是 0.24安？电压表呢是 7.2伏。咱们现在求 R1 的一个阻值，我们来看电压是测它的，电流既测它又测它，也测这条路，都有数据啊。所以第一问非常的简单，同学们 ，R1 是不是等于 U1 除以 I1 等于 7.2？除以 0.24 啊，应该等于30啊。除的时候其实有技巧啊，同学们，你想想，如果是不考虑小数点的话，是不是除完了应该得3？应该得3。
但是上面的小数点比下面的小数点呢，是不是要大？所以是30。同学们，这个小技巧有没有学会？OK， 今早睡的那个同学啊，一会儿老师讲完这道题啊，给你讲讲这个节点法，行吗？总数可以，那光总数嘛，来啊，后数行吗？啊，前数呢？总数。这物理老师对那个数理化刘老师都讲啊，都还是会那么一点点，行吧？跟在座的各位肯定是比不了，但是这个实力还是有点啊，最起码也教了10来年了啊。来，咱们继续啊。第二问，同学们，他说电源的一个电压，那你是7.2伏，它是多少伏呢？你看电阻是不是我们已经算过了？它是30欧。来，同学们，如果你熟练的话，你告诉老师，这个比电阻之比是不是3:1？那么电压之比呢，是不是也是3:1啊？7.2伏是3份的，1份的呢？不就是7.2除以3嘛？2、3得6，3、4、12啊，是不是就是 U2 啊？就是2.4伏，对吗，同学们？所以 U 呢就等于 U1 加 U2 等于7.2加上2.4等于9.6伏，2.6。3、4、12，那尾数应该是4，怎么会是6呢？你怀疑我用可计了，那你就怀疑吧，那不找人度，那不是庸才吗？对吗？你要说我用可计，那我谢谢你啊，对老弟的肯定，对吗？我这讲个数理化，我还用上可计了，你真拿我找乐儿你。我以为是绣花呢，不绣啊，那给你整错了啊。行吧，同学们，咱们这个电源电压是不是就求完了？当然，同学们，你也可以怎么求啊？有很多的方法啊。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电流，对吧？你这俩电阻是不是也都知道？那你就可以用总电流乘上总电阻，是不是求出总电压？所以 U 等于 I 乘上 R1 加 R2，也就是总电阻，应该等于的是0.24乘40， 44 16进1 24得8 9，是不是9.6伏？光看你的数都算错了，对，好好看题啊。来，同学们，这个题有没有学会？咱们接下来继续啊。人家说了，划片划到最右端的时候，最右端不用说了，那不就是20欧吗？对吗？现在就不是10欧了啊，应该是20欧了。然后说人家电流电压表的示数，那同学们来看，你如果是20欧，你看这个电阻之比是不是3:2了？那么电压之比呢？你设个未知量都行啊，对不对啊？他问这个示数是吧？啊，刚才咱们求完了这个电源的电压9.6，9.6减去7.2应该是2.4啊，2.4，9.6啊，它这个示数变了啊，你这个电阻一变的话，这个就变了啊。来，所以我们可以求这个，是不是这个U1啊？来，咱们重新算一下啊，我把这个都擦了啊，我看看咱们一会儿还有嘛数据可以用啊？还有什么数据可以用？我看这边还有地儿吗？啊，对，没错啊，没错。刚才总跟你们唠嗑了啊。咱们重新算一下，咱们现在能用的数据是嘛啊？能用的数据，刚才这个 R1我们算出来了30欧，这个是可以用的。然后现在这个变成20欧了啊，这个可以用。然后还有一个电源的电压是这个9.6伏啊，这个可以用。而题目中在终点的时候那俩数据啊都不能用了。
对吗，同学们？这儿也考了啊，不用考了，就靠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求了？这是初级物理题初三啊，初三的一些基础的计算，对吗？来，所以同学们，你现在想要知道电流表，电流表测谁都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总电流，总电流最简单。那么 I 呢，就等于 U 除以 R 等于 9.6， 是不是除以30加20啊？等于 9.6 除以50。等于0.192安啊，0.192安。为什么有人会直播这个？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好了啊，没有基础的知识啊，学不了更高深的知识啊。这个大厦不是一天垒起来的，好吧？我们可以给孩子启蒙啊，然后让孩子有能力的孩子啊，有思维的孩子，脑子比你好的孩子啊，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，站在前人肩膀上学习更尖端的知识来武装我们的国家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啊。现在问你这个电流表我们求完了，求电压表。电压表很简单，按组分压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分份就行了啊。那就是 9.6 乘上3:2嘛，分5份，是不是要里边的3份？所以同学们啊，分的电压就是这么多，咱们就不算了，好吧？班级先生，谢谢啊，这种力吃名言。计算就不给大家算了，这个方法会了吗？其实就是按组分压啊，9.6时候分5份，它分3份啊，它分3份，9.6除以5就是1份了，乘3就是3份了啊，就是3份。OK 吗，同学们？行啊，咱们这个题啊，看来大家是这个都学会了啊。行，那给那个刘老师点点关注，好吧？然后因为明天刘老师还要上课啊，这个就不给大家直播到太晚了啊，也是跨年啊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啊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然后新年啊发财，好吧？咱们拜拜。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！